舅舅得了肾衰竭，他唯一的儿子却在这个时候出国。我放弃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照顾了他13年。舅舅感激我的付出，承诺死后会把老房子留给我。可真等到他生命垂危之际时，他儿子因打架斗殴被遣送回国，舅舅转头就把遗产全给了他，还说我觊觎他家的财产，将我塑造成白眼狼侄女，用舆论杀死了我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放弃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陈梦，我就知道，这么多年你照顾我，根本就不是真心的，你完全就是为了我的遗产。你住在我房子里这么多年，我让你交过1分钱的房租吗？你居然还想霸占我的遗产！我告诉你，我的钱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哪怕我全部都捐给慈善机构，也没有你的份。这些钱是我留给我儿子的，你1分也不会得到。这13块钱就当是你照顾我13年的费用，你拿着快滚！从今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脑子里全是舅舅对我说的话。舅舅13年前出了车祸，得了肾衰竭，我照顾了他13年，一日复一日的，没有叫过苦，也没有怨过泪。这13年里，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，放弃了最想去的清华大学，也为了舅舅忍痛跟自己的初恋男友分手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生小孩，浪费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。反观沈浩，舅舅的亲儿子，在他肾衰竭那年考上大学以后，在那边一待就是13年，从来没有回来照顾他一天。现在回国，在他面前流几滴眼泪，他又心软，觉得还是自己的亲儿子好。我傻傻的以为舅舅会看在我照顾他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会把老房子留给我，可没想到，终究是我奢望了。那座老房子是我去世父母死前住的房子，他们出事后，舅舅把这个房子买了下来。我想念父母，所以跟舅舅提了这个要求，可没想到，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舅舅居然倒打一耙让我滚，甚至还掏出一张13元的银行卡砸在我的脸上。他说自己的亲生儿子已经回来了，我对他而言没有用了，让我不要再觊觎他的财产。可我何曾觊觎过他的财产？只不过是想要回父母的老房子。13年的青春，放弃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机会，换来一张13元的银行卡，平均1年1元钱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什么拾荒老人。可明明13年前，我也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准录取高材生。如果不是因为舅舅说要我照顾他，让我放弃上大学，在本地找一个轻松简单的工作，我也不至于在超市里面当收银员。我伤心地从医院里跑了出来，恍惚间来到了路边。本来只是想随便走走，可突然冲出来一辆大货车，结束了我的生命。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只觉得自己可悲又可笑，傻傻地放弃清华的录取通知书，甘愿给舅舅当了13年免费的保姆，最后被人算计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如果再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要上清华大学，不再给舅舅当免费的保姆。当我再次睁眼，我竟然回到了13年前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。医院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处在重活仪式的震惊和喜悦中。护士通知我舅舅出了车祸，需要家属尽快到院缴费。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期，记忆深刻，容不得多想。我赶紧发消息通知了表哥，让他立马到医院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把舅舅出车祸的情况发到了家庭群里，
跟他们实时汇报现场的情况。得知舅舅出了车祸，外祖父和外祖母立刻坐飞机往这里赶来。舅舅的性命保住了，但还需要进一步观察。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外祖父环顾了一周，也没看到表哥的出现，朝着我质问道：“沈浩怎么没来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去哪里了？你没跟他说吗？”我又给他发消息，但是他一直没回我，可能是一直在忙吧。外祖父听到这话，瞬间就不乐意了，眉头一皱，开口说道：“他有什么忙的？再忙能有他爸的死活重要？”陈梦，你把沈浩的电话告诉我，我来给他打电话。我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，看向外祖父，开口说道：“可能沈浩最近学习不太顺利，心情不好，想在酒吧放松一下吧。”我打开另一个微信号，登录上去，点进来沈浩的朋友圈，给外祖父展示了沈浩1小时前发布的朋友圈内容。沈浩发了一条正在酒吧跳舞的视频，周围灯光闪烁，沈浩搂着美女在舞池里尽情摇摆。沈浩早就拉黑了我，所以无论我给他发多少消息，他都不会知道。所以在外祖父和外祖母到来之前，我就偷偷建了个小号，换上了一个美女头像，加上了他。沈浩这个人吃喝嫖赌都沾，路上看见个长得漂亮的美女就要调戏一番，为了这事没少进局子。现在我换了一个美女头像的微信号，他就以为是美女来找他搭讪，忘了屏蔽朋友圈，也让我知道了沈浩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干什么。沈浩的朋友圈里不是抽烟就是喝酒，不是打架就是在酒吧和美女跳舞。我故作为难地把沈浩朋友圈里的内容一条条翻给外祖父看。外祖父看到沈浩的朋友圈后，脸色铁青，没想到在他们面前，一向乖顺的孙子背后居然是这个样子。这件事在外祖父和外祖母看来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舅舅之前一直帮着沈浩遮掩，如今怕是再也挡不住了。我提议着让外祖父给沈浩打个电话，可这个话刚说出口就被他们回绝。外祖父拄着拐杖坐在医院的座椅上，用拐杖使劲戳地。我倒想看看沈浩这个浪荡子什么时候还能记起他有个爸。以往沈浩做错了事情，舅舅总会说他年纪还小，不懂事儿，加上沈浩小的时候妈妈就生病去世了，所以家里人一直很宠他，反而养成沈浩嚣张跋扈的性格。不知道这次沈浩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舅舅会怎么替他遮掩。直到第3天上午，等舅舅从重症监护室出来，转到普通病房后，姗姗来迟的沈浩才出现在病房门口。原本还在伤痛的中的舅舅听到沈浩的声音后，立马睁开了眼睛。他笑着对沈浩说：“儿子，怎么不在学校好好学习？爸没事，好多天没见你，你看你人都瘦了。”听到舅舅这样说话，我心里只觉得好笑。沈浩体重200斤，走起路来身上的胖肉浑身颤抖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沈浩是营养过剩。偏偏舅舅还觉得沈浩吃的还不够好，一直嘱咐他要多吃点。沈浩也没有辜负舅舅的期望，成功变成了一个得了3高的大胖子。相反是我，这些年我借住在舅舅家，害怕给他家添麻烦，一直能少吃就少吃，导致我长得又瘦又小。可是舅舅还是明里暗里的嫌弃我吃的太多，让我少吃点。果然人心都是骗的。自从舅舅住院后，我拿着缴费单跑上跑下的忙活，他不管不问，认为这就是理所应当。自己的儿子来了，就生怕他受了委屈。沈浩和舅舅还没有察觉到
外祖父对他们俩态度的转变。沈浩继续说道：“爸，你就别担心我了。你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情，怎么都没人通知我？要不是一直在图书馆学习，我肯定马上赶过来。”舅舅一听这话，疑惑地问道：“陈梦没给你打电话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沈浩就开始不由分说地往我头上赖账。陈梦，我爸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爸去世，你好霸占我们家的遗产呢？我听到这话，明显一愣，又来了。前世沈浩无论做错什么事情，都会往我头上赖账，让我给他擦屁股。舅舅也劝我说，我跟沈浩是一家人，让我多帮帮他。因此前世沈浩打架了，是我惹的事，沈浩是去帮我。沈浩抽烟喝酒，我逼他抽的。沈浩嫖娼进局子了，是为了我才进去的。正因为一直给沈浩背黑锅，本来对我特别好的外祖父对我也颇为失望，慢慢的不再与我亲近。现在重来一世，我可不想再背这个黑锅了。表哥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会故意这样做吗？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发了10几条消息，你看不到吗？还是你已经把我屏蔽了？我的话正说到沈浩的心坎里，他立刻反驳道：“你别胡说，那你一直没收到我的消息是怎么回事？”我那时一直在学习，太忙了，没来得及看。在酒吧学习吗？刚才还沉默着不说话的外祖父突然开口，沈浩大吃一惊，但表面上还死不承认。外祖父，没有在酒吧，我去的是图书馆。你少在这里胡扯，你什么人我不知道，我都已经看过你的朋友圈了，不是抽烟就是喝酒，你爸爸就是这么教的你吗？外祖父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，晚来就算了，还说谎骗人。原本他就对沈浩已经有了意见，现在更是产生了淡淡的厌恶。外祖父看向舅舅：“你是怎么教的你儿子，居然成了这个样子？陈梦这几天为了你住院的事情忙前忙后的，你倒好，也不说关心关心陈梦，脑子没毛病吧？”外祖父话糙理不糙，三言两语就把舅舅说得垮了脸。到了现在，舅舅才愿意抬起头看我一眼。听到这话，沈浩瞬间就不乐意了。陈梦在我们家生活了那么久，他帮忙照顾一下我爸爸不过分吧？他爸妈死那么早，还不是我爸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让他帮点忙怎么了？我们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凭什么养个吃白食的？他双手环抱在胸前，看向我的眼中全是鄙夷。这些话我从小到大听了无数遍。病房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。沈浩虽然话说的不好听，但也是实话。我初3毕业那年，我爸妈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，不治而亡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孤儿。好在舅舅收养了我，给我提供了住的地方。舅舅说我可怜，不忍心将我送走给其他人，千方百计地将我留了下来。我以为舅舅会像爸妈一样疼我，可是我想错了。只要有外人在的时候，舅舅就会装作对我特别好的样子。可是，一回到家，舅舅就会撕下他那伪善的面具。舅舅要求我每天都要打扫卫生，给他和沈浩做饭，还说家里穷，没钱给我买新衣服，所以我一直穿的都是洗了又洗的校服。一到了寒暑假，舅舅就打发我去打工。他说家里穷，供我和沈浩2个人上学负担实在是太重，只要我一有时间，就让我去餐厅打工。年纪轻轻的我，手上早已经有了一层老茧。反观沈浩，每天穿着名牌衣服，穿着名牌球鞋，在家里跟个二大爷一样，啥也不做，胡吃海喝，硬生生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大胖子。虽然在舅舅家里，我有做不完的家务，干不完的活，
但是我心中仍然对舅舅很感激，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安身之处，不会让我在大街上流离失所。哪怕上辈子我照顾了他13年，被他用13块钱打发掉，我也没想过报复他。可重活一世，我不想再为他放弃清华大学的名额，也不会再照顾他。不然等下个月录取通知书到了的时候，舅舅就会以养育我这么多年的恩情，让我给他当免费保姆。为了避免以后的纠缠，当着外祖父的面算清楚最好。沈浩说的都没有错，舅舅对我的好，我一直都记得。舅舅显然是很满意我的答复，脸上难得露出对我满意的神色。可下一秒，我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记账本，舅舅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脸色瞬间僵住了。当着外祖父的面，我打开了记账本，开口说道：“我从15岁到舅舅家，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。我总共花了舅舅1万块钱，等我大学毕业就会还给您。”我话音刚落，沈浩就忍不住开口道：“3年的时间，你就花了我们家1万块钱，你骗谁呢？”从我搬进舅舅家那天，我就知道沈浩不喜欢我，他觉得我霸占了他的空间，抢走了他仅有的父爱，所以他总是针对我，会把我刚洗好的衣服弄脏，会把死老鼠偷偷放到我枕头底下，会把垃圾直接扔在我床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和舅舅告过状，想要舅舅主持公道，可舅舅却说我是来他们家的寄生虫，让我多让着点沈浩，嫌弃我斤斤计较。再后来，我就不说了，默默承受着这一切。我刚想开口反驳沈浩，还没有说出口，就被舅舅打断。他一脸不乐意地看着我：“这孩子都是一家人，记什么账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亏待你了呢。”舅舅摆出一副看见白眼狼的模样，不知情的人看了都会觉得是因为我不孝顺，才让舅舅如此伤心。舅舅这么一说，沈浩一听，瞬间就不乐意了。谁跟他是一家人？死了爹妈的跟屁虫，谁稀罕跟他成为一家人？沈浩也不管外祖父还在这里，开口就发泄对我的不满。舅舅一听，立马怒斥沈浩：“闭嘴！平常是不是我把你宠得无法无天了？你竟然敢这么对陈梦说话！我不是说了吗？陈梦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要敬重她，爱护她。你再这么说话，小心我打死你！”我心底不禁冷笑一声，这可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的待遇。舅舅居然为了维护我要打沈浩，舅舅无非就是觉得如今外祖父在这里，要装装样子。舅舅假装训斥完沈浩之后，又对我装出一副慈爱的样子：“小梦，你马上就是要上大学的人了，别成天想这些有的没的。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，上大学的费用你不用担心，舅舅会替你准备好的。”如果没有上辈子的事情，听到舅舅这样对我说话，我肯定会特别感动，以为舅舅是把我当成了自家人，才会千叮咛万嘱咐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只有在我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对我好。上辈子也是这一天，舅舅出了车祸，他说养了我这么久，想要我报答他，于是我被迫放弃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甘心在老家照顾了舅舅13年，而沈浩则是顶替了我的名额，上了清华大学。沈浩与我长相有几分相似，后来为了能顶替我的名额，舅舅让沈浩去做了变性手术，而我上大学的所有资料都在舅舅家里放着，因此沈浩扮成我的身份去上大学不是什么难事。这件事也是在我死的那一天才知道的。当年舅舅出了车祸，急需要人照顾，而沈浩成绩不好，又考不上大学，他们父子俩便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。我在门外亲耳听见，
舅舅对沈浩说：“我是一个免费又好用的保姆。”还说沈浩直接顶替我的名额去上了清华大学，对外就说出国去留学了。怪不得我照顾舅舅13年，一直没有见过沈浩的出现，原来是因为沈浩做了变性手术，不宜再见我，不然父子俩的打算就要前功尽弃了。不管我怎么努力，在舅舅的心里仍然比不过自己的亲儿子。既然如此，不如现在就把账清算，省得我以后上大学的时候，舅舅再从中作梗，对我持恩携报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刚想说些什么，手上的账本就被外祖父拿走。爸，这账本有啥好看的？你应该多关心关心我吧。看到外祖父拿走了账本，舅舅的声音猛地提高，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的事情，被别人发现一样。舅舅这样的反应，让我觉得他对我做的坏事不止一件。可外祖父对舅舅的话充耳不闻，他一页一页地翻着账单，看着上面的日期和内容，身上的气压越来越低。当整本账本翻完后，外祖父也不管还在病床上的舅舅，直接将账本扔在了舅舅的头上。外祖父的举动让我们都大吃一惊，谁也没有想到。沈浩愣了2秒后，朝着外祖父咆哮道：“爷爷，你凭什么打我爸？我爸做错了什么？就算陈梦是你的亲外孙女，我也是你的亲孙子啊！你也太偏袒他了。”外祖父听了这话后，怒极反笑：“我偏袒陈梦？我看是你们坏人当久了，忘记好人是怎么做了吧？”沈浩挨着舅舅，委屈道：“爸，你看他们都欺负我，你快帮我出头。”可他没有看出，舅舅此刻也有些自顾不暇。外祖父痛心疾首地看向舅舅：“沈山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儿子？”外祖父的这句话犹如深水炸弹，直接把舅舅吓得浑身发抖。可他还是强忍着恐惧，对着外祖父解释道：“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呀。”外祖父缓缓坐在椅子上，喝了一口水顺气，开口道：“好，那你解释吧，我也想知道，你家里究竟是多么穷，才会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成天洗衣做饭、打扫家务，甚至全身上下都没有一套新的衣服，每天都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，寒暑假还要去勤工俭学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家现在已经穷在这个地步了，连吃饭的钱都要靠陈梦打工去赚。你在我面前对陈梦的那些好，看来都是装的了。陈梦父母为了救你而死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亲闺女的。他们要是泉下有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父母是为了救舅舅才死的，不是出车祸死的。”这件事让我大吃一惊。舅舅跟我说过，我父母在路上开车撞死了人，肇事逃逸才出了车祸。为了安慰被受害人的家庭，法院把我家里的房子拍卖作为赔偿。除此之外，舅舅还和我说，我家里人还有一大屁股债，他帮我还上了许多，可是剩下的债还需要我赚钱去还。因此我才会寒暑假打工，努力赚钱，把钱交给舅舅，让他去帮我还债。现在一想，恐怕我父母根本就没有债务要还，那些我兼职打工挣的钱都被舅舅跟沈浩私吞了。可为什么我上辈子不知道这件事？原来是他们一直在瞒着我。外祖父看到舅舅被戳破真相的窘迫后，接着往下说道，还有陈梦打工挣的钱，你怎么好意思接受的？还有陈梦父母的房子，我记得每年的租金都好几万吧？那钱呢？你说呀。听到外祖父这样一说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舅舅并没有花钱买下我爸妈的房子，而是因为我生活在舅舅家，房子就顺理成章的到了舅舅名下。他还把我爸妈的房子拿去出租，
来换取租金。我当初就不该收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外祖父说出的话又让我大吃一惊，原来舅舅和我妈不是亲兄妹，而是被外祖父收养的。舅舅接着说道：当初我女儿离世后，我本来打算带着陈梦去国外生活，是你跟我说，陈梦父母为了救你而死，你心存愧疚，希望能代替他的父母好好照顾陈梦，这就是你的照顾吗？我看照顾是假，你图谋陈梦父母的赔偿金和房子是真吧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只要你答应照顾陈梦，陈梦父母的赔偿金和房子一定会名正言顺地成为你的财产，你也好意思要？外祖父越说越来气，最后还是外祖母安抚住了他。你倒是挺会过日子的，你们爷俩拿着陈梦父母换来的赔偿金逍遥快活，还让陈梦伺候你们。外祖父走到我的面前，怜悯地看向我，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外祖父一定会给你把这个公道讨回来。随后外祖父冷眼瞧着舅舅，房子出租的钱我们就不要了，但是你要把房产证还有30万的赔偿金都交给陈梦，不然我们就法院见吧。舅舅此刻是真的慌了，着急的想要从病床上下来。爸妈，这都过了3年了，我哪里还有钱还给陈梦？就因为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所以想要逼我去死吗？外祖父一听这话，怒火中烧。我看就是因为我对你太好了，才养成你这么自私的性格。就因为陈梦不是你的亲侄女，你就这样对待她？你这样和畜生有什么分别？舅舅听到外祖父这样的回答后，整个人开始抽泣，眼泪鼻涕一起流。看到舅舅这副模样，我心中又酸涩又痛快。一开始我只是想当着外祖父的面和舅舅把账算清楚，省得他再阻拦我上大学。可没想到，算到最后，我居然是那个被亏欠的人。此刻知道真相的我，觉得前世的自己就是个傻子，自己对别人真心付出，以为也能换来别人的真心，可没想到别人拿你当傻子看。回忆上辈子我经历的事情，沈浩冒充我的大学身份，花着我爸妈的赔偿金，做了变性手术，去了清华大学，还出国留学，最后在美国定居。而我却背负了沈浩应该承担的责任，给舅舅养老送终。最后等我失去了我的作用，他们再一脚把我踹开，理所当然地演绎父子情深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是那个傻子，亏我还一开始对他们心存感激，觉得他们好歹给了我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到头来却全是算计。我牺牲了自己的一生，成就了沈浩的大学梦，照顾了13年卧病在床的舅舅，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。舅舅看到还在气头上的外祖父，又看向在一旁沉默一言不发的我，他连忙叫住我：陈梦，你看在我照顾你这3年的份上，那些钱你就别再要了呗。再说我也实在是没有，我上哪找出来给你呀？没有，这我倒是相信的。舅舅跟沈浩一样，吃喝嫖赌样样都沾。他在修车厂上班，1个月的工资也就3000块钱，平常只要一下班就会去赌场里赌2把，而赌场每局的最低押注起码要1000块。他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去赌博？现在想来，舅舅恐怕是拿我爸妈的赔偿款去赌博了。我相信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了，因为赌博10赌9输，而舅舅沾染这个恶习已久，恐怕早就把我爸妈的赔偿金输光了。既然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真相，我就没必要感激他们对我的收留之恩了。面对舅舅的请求，我表现得特别冷静。既然没钱了，那你就把你现在住的房子卖掉吧。什么意思？陈梦，
你要让我卖掉我的房子？对，你这么喜欢赌博，恐怕我父母那30万赔偿金都被你给输光了。你就把你现在的房子卖了，用来抵债吧。至于我爸妈的房子，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，找出房产证交给我。听到这话后，舅舅立马就慌了。你居然让我把房子卖掉？房子卖了，我和沈浩住在哪里？更何况如今我住院了，也没办法打工挣钱。你这样做，不就是逼着沈浩和我去死吗？舅舅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着自己的难处。我轻蔑一笑，开口对舅舅说道：舅舅，就算你没出车祸的时候，也挣不了多少钱吧？你每天下班都去赌场，输的钱肯定要比赢得钱多呀。再说了，沈浩也高考完了，可以让沈浩趁着这个暑假去打工挣钱啊。我一个女生都能打暑假工挣钱，沈浩就挣不了吗？上辈子我就是太想得到亲情，心甘情愿地照顾舅舅13年，谁能想到，原来我爸妈给我留下了这么多东西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舅舅还是不愿意妥协。外祖父开口说话了：你现在还的话，只是30万赔偿金和房子，等真的上了法庭，蓄意侵占他人房产，可是要被判刑的。舅舅一听要被判刑，瞬间就急眼了：爸，我可是你的儿子，你就忍心把我送进监狱吗？外祖父站起来，严肃地说道：要是你真进监狱的话，你跟我们家1分钱的关系都不会有。这么畜生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，你以后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我就当从来没有养过你这个儿子。舅舅不想让自己最后的依靠也没有了，立马就答应下来。舅舅被迫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凑齐了30万还给了我。很快我就拿到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，还有30万的赔偿金。我拿到钱以后，立刻就删掉了舅舅和沈浩的微信，去往清华大学上学，希望此生都不要再跟他们相见。5年后，我留学归来，外祖父外祖母早已经等在接机口，叫我回家吃饭。在路上，我得知了舅舅和沈浩的近况。在我在北京上大学的第3个月，沈浩和舅舅就产生矛盾了。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沈浩，想要和往常一样跟舅舅要钱买球鞋，可是舅舅的钱已经没有了，哪里还有钱给他买球鞋？舅舅想要沈浩趁着暑假的时候去打工，补贴一下家用，因为舅舅现在已经是截肢状态，也打不了工，所以想要沈浩挣点钱。沈浩哪里吃过打工的苦，他不愿意去奶茶店打工挣那点微薄的薪资，说1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自己买双球鞋，跟舅舅起了争执，2个人大吵了一架。再后来听说沈浩去了缅北，说找到了挣大钱的门路，可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是电信诈骗。几个月下来，沈浩一单也没有骗到。缅北的老大觉得沈浩是个没用的废物，割掉了他的腰子，将他活活打死。在见到舅舅的时候，他拄着拐杖在大街上捡垃圾，过得狼狈不堪。他浑身脏兮兮的，身上也散发着浓浓的臭味。沈浩死讯传来的时候，舅舅正在街边捡垃圾。听到儿子的死讯后，他唯一的念想也没有了，在路边随意选择了一辆车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临死之际，舅舅感慨这一生作恶太多，说想要取得我的谅解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将死之人，与我也无关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